泽连斯基6月1日抵达新加坡，密集会见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和高官，包括星期天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会面。至于是否也与中国官员会面，泽连斯基在回复联合早报提问时说没有。他说，乌克兰多次想与中国领导人和其他代表会面，但遗憾的，乌中没有很强的联系，因为中方不希望与乌建立这样的联系。泽连斯基也说，乌克兰不指望中国提供军援，也不希望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并称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通电话时做出的保证。但如今有情资显示，有些东西通过中国进入俄罗斯市场，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中肯定有来自中国的元素。根据公开报道，中乌领导人是在2023年4月，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1年多后首次通电话。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分析指出，泽连斯基公开点名批评中国，相当于把中国参加和平峰会之路进一步堵死。李明江说，中国不参会的核心原因是俄罗斯没有受邀，中国必须顾及中俄关系。他评估，如果泽连斯基没有点名批评，中国可能会派非正式代表去旁听。现在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乌克兰独立东亚专家普拉克西延科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俄罗斯在中国的帮助下，正试图破坏和平峰会，以制造另一个谈判平台，按俄罗斯开出的条件展开谈判。所以由乌克兰倡议的峰会或多国支持，作为实现公正和平的第一步，对乌克兰十分重要。首先，中方重视瑞士举办首届乌克兰和平峰会。今年年初以来，一直同瑞士方面以及有关各方就此保持着密切沟通。中方始终坚持，国际和会应当具备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对所有和平方案进行公平讨论这3个重要的要素。否则，中国政府已经表态不派代表团参加瑞士峰会，并称出席该峰会的原因是俄罗斯没有受到邀请，而且北京当局提出了要由中方出面来主办和平会议的想法。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则在上周已公开表示，莫斯科会接受这个想法。因此，在6月2日星期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媒体记者问及乌克兰是否会参加北京提议的峰会。对此，泽连斯基直言，中国无权召集这样的会议。当地时间6月1号晚，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在24小时内第2次对美军部署在红海北部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1号晚间表示，胡塞武装对美军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发射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这是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对美军航母的第2次袭击。中国官媒刻意在央视播出假新闻，胡塞武装组织炮轰美国艾森豪尔核动力航母，让国内的无脑民粹们掀起狂欢高潮。俄罗斯的武器系统在这次俄乌战争中的拉胯表现让全世界震惊不已。俄军的 S-400在侦测到2枚来袭导弹后，同时发射了6枚拦截弹，只是这6枚拦截弹全部打空，最终2枚陆军战术导弹直接击穿目标，并摧毁了这套先进的 S-400防空系统。土耳其、印度、大陆都是这款防空系统的长期大买家。从目前的实战情况分析，这款连常规导弹都拦截不住的防空系统，估计都要砸买家手里了。30亿美金买的 S-400防空系统都如此低能，那过去买的那些阉割版俄制武器是否需要上电子秤看看？比如 S-300防空系统、现代级驱逐舰、苏30战斗轰炸机等。对比俄乌战报，大俄的原版武器连欧美80年代的库存产品都拼不过，希望那些国产的仿制武器能远远超越大俄的初始版本，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如果你觉得有点累，送你个小地雷，把它扔给你的烦恼，把烦恼都炸飞，拉上你的老闺蜜。